印度购买的第二批阵风战斗机到货。就此时，有消息显示，为何巴基斯坦试图急购30多架歼10？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日前，据印度空军在推特上报道，第二批阵风战斗机从法国直飞后，飞行了8个小时以上才到达印度。印度国防部长拉格纳特辛德赞扬了空军，称在高度复杂的长途奔袭中，以专业和安全的方式带回了飞机。拉格纳特辛格也曾说过，阵风战机有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此前，首批阵风战斗机是经阿联酋转场，然后飞往安巴拉空军基地，这次可谓是长途奔袭。根据印度空军规划，飞往安巴拉可能直接穿越巴控克什米尔外围，巴基斯坦的斯卡杜基地就建立在附近。该基地驻扎了枭龙战机，所以阵风战斗机贴着防区边缘飞过，有可能会被发现。提到巴基斯坦，大家知道，它和印度因为克什米尔地区归属问题一直冲突不断，关系恶化程度达到10多年来的最低点。在该地区，巴基斯坦宣称今年已经击落了印度9架间谍无人机。这次印度大规模装备阵风战斗机，巴方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威胁。面对此番紧张局势，从而不得不来我国寻求帮助。巴基斯坦非常担心阵风战斗机携带的空对空 Meteor 导弹和地面上的麦克导弹，因为巴空军没有配备这些先进的导弹，所以寻求一款与阵风相当的战斗机是巴基斯坦的当务之急。自然，歼10无疑成为了巴基斯坦军方的首选。歼10是中国空军歼10C 的出口版本，被认为是4.5代。歼10装有 PL-10和空对空 PL-15导弹，距离改进型雷达最多250公里。这种单引擎战斗机一次最多可携带6000公斤武器，它可以容纳11枚导弹或炸弹。最近有媒体报道称，在西沙永兴岛上发现歼10。事实上，歼10依然是我国空军的主力军。不仅颜值在线，实力更是不容小觑。据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试图从中国紧急采购30多架歼10C以及导弹。10月份，来自巴基斯坦的一个小组访问了中国，并最终确定了购买50架歼10C 翼战斗机的讨论。现在，巴基斯坦正试图采购50架战机和导弹，其中30架用于紧急采购。中巴一直是友好国家，其实早在2009年就有关于购买歼10的讨论。只是因为联合生产 JF-17喷气式飞机之后，这一讨论被搁置。急缺新式战斗机的印度空军可以说对阵风战斗机充满了期待。虽然由于法国人开出的价格过于昂贵，印度花费了590亿卢比，阵风战斗机仅仅只够采购36架，相当于中国空军一个战斗航空旅的规模。当然，无牙的老虎可是没有威胁的。印度还需要继续花钱为其采购5倍才行。在印度的催促下，法国达索公司加快了交付的速度，最近又有3架阵风战斗机到达了印度，总数达到了8架。按目前双方的合作速度，大概每隔2到3个月就会有3至4架飞机到达印度。目前法国已经交付了一批武器给印度，包括米卡中距空对空导弹、流星远程空对空导弹以及 Scalp 暴风阴影防区外空对地导弹。但目前阵风还缺乏有效的战术型对地打击武器，如空地导弹或者制导炸弹，所以印度紧急向法国采购了 AASM Hammer 铁锤系列导弹。印度国防部称，第一批铁锤会在下个月运抵印度。印度空军称，这些弹药可以在远距离上精确命中对方的坦克、碉堡、火炮、火箭炮等目标，射程涵盖20到70公里的范围，机能超过了中巴空军的空对地导弹。印度希望空军能借此给予对手地面目标有效的杀伤，来支援地面部队的战斗。铁锤系列武器由法国萨基姆公司开发，是一种模块化空对地制导武器，由导引头、战斗部、火箭发动机3个模块组成。不同的模块可以组成不同的系列导弹。相比较各国常使用的制导炸弹而言，该弹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安装火箭发动机，使得其射程可以增加，并且能在低空发射攻击坦克一类的目标。而在美军中，则需要针对不同的目标类型选择使用制导炸弹或者角牛空对地导弹。印度人为何敢称该弹性能可以超过中国呢？因为目前中国战斗机使用的常见的空对地武器是500公斤级别的激光制导炸弹，这种炸弹飞行能力较差，往往需要过顶投弹，容易使得载机进入对方防空武器射程。但中国各大企业早就掌握了先进的空对地武器的生产制造，只是部队暂时需求不大，而未确定大规模采购那些类型。所以光凭一种武器就说超过中国，明显过于理想化了。说起印度军队的对地精确打击能力，在去年的印巴冲突中，印军使用幻影2000战斗机投掷以色列生产的制导炸弹，目标是山顶的巴军阵地，却扔到了山脚下。
不知道是以色列的武器的问题，还是印军自己不会使用。所以印度此番希望法制武器能够扳回一城，但如果这次还用不好，可就真的不能怪法国佬了。毕竟阵风在利比亚战场早就证明过自己的实力了。如果印度空军不从训练上彻底提高自己的战斗力，那么再好的武器恐怕都会沦为花架子，只适合阅阅兵罢了。从环球时报在11月9号的消息显示，在当天，台媒突然开始炒作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的消息，试图把它炒成一个大新闻，吸引多方关注。这从侧面也反映出了台岛某些东西心里是真急了。台媒此举也引发了岛内舆论的一场风波。我国台海网在当天就放出一个视频，画面中台知名评论员就十分直接地点出，越是搞军售问题、搞介入问题，越是把问题引向质变。台湾已无回旋空间，中国大陆必然会祭出自己遏阻美国的大杀器，比如东风三兄弟、东风21、东风26、东风17，美国不可能来的，他的策略必定会调整。事实上，东风三兄弟也确确实实在对海上大型目标的作战中，凸显了我国拒止战略的核心思路。不过，在视频中还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东风21其实是陆基对地的中程弹道导弹，按照他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指的东风21D。在去年7月份，我军就在南部海域实施了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东风21D反舰型成功收拢各界视野焦点。而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作为我国如今核心远程打击手段之一，还是核常兼备特点，反舰能力都已经被外界写了无数遍了，这里就不做赘述了。这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战争基本攻击逻辑——博伊德循环原则，也就是通过观测目标，通过计算定位后进行打击。在我国的反舰，尤其是反航母方面，我国前前后后不断向地球轨道上发射各类农林牧渔业的遥感卫星，盯一个亚太海域还不简单。而在计算定位阶段，我国海空军的电子侦察机，比如各类运8、运9的改良特种机，以及陆基的监听阵列等开始发力，结合我国天基侦察系统实施定位。最后，由已经在飞行过程中的东风系列导弹自身修整目标，完成最后一击。需要注意的是，在今年10月底的时候，已经有外界发现，我军已经悄然将原本部署在东南沿海的东风11和东风15短程弹道导弹替换成为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就是解放军典型的贯彻拒止作战概念，用于威慑美国航母编队，让其不敢越雷池半步。今年虽说各地局势都有些紧张，但是真正打起来的确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两个小国——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虽然说两国之间还是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冲突，但是打起来也是真的狠。而被双方所争夺的纳卡当然也遭受了重创。就在大家都不知道他们还要打到什么时候，突然宣布他们要停战了。据新华社莫斯科11月10日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和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联合签署了纳卡停战协议，并宣布从莫斯科时间10日0时开始完全停火。在11月10日，普京在俄总统网站发表了声明，表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双方将各自停留在目前双方所占据的位置，之后双方将交换战俘、其他的关押人员以及处理遇难者的遗体。之后，俄罗斯将在纳卡地区部署维和部队，维持该地区安全。其实这两个国家也不是第一次打架了，原本都属于苏联时，双方虽说多有摩擦，但至少还没有真刀真枪的打起来。但是自苏联解体后，双方各自独立，纳卡就一直是一个隐形炸弹，一踩就炸。虽然存在全面停火协议，但是双方的武力冲突就一直没停过。在今年9月17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再一次爆发新一轮的冲突之后，周边国家只能再一次下场进行斡旋。其实，在10月是两国就先后达成了3次停火协议，但是在停火协议生成后，他们双方又再一次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发动攻击，于是他们就一直打到了11月。此次的停火协议也不知道能够维持多久。不过此次不同的是，俄罗斯将在冲突地区部署维和部队。据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他们将派6架伊尔76军用运输机将维和人员和相应的军用物资运往纳卡。据称，此次包括1960名维和军人、90辆装甲运输车和380台汽车以及特种装备。看得出来，俄罗斯是下定决心要维持住该地的稳定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就在宣布签署停火协议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9日，一架隶属于俄军驻亚美尼亚102军事基地的米24直升机，在飞到冲突区以外的亚美尼亚上空时，被阿塞拜疆防空火力击毁，最终导致2名机组人员死亡，还有1人重伤，已经被接回基地治疗。这个时机确实引人深思，看起来这次或许真的能停战了。